既然去不了 Wave， 我在 Canab 的第3天就选择参加吉普车一日游当替代方案。这个路况有多崎岖 ？Pretty cool. It's like riding a roller coaster. Right. 那自己有车，为什么还要参加团？你看看，像这种路况，没有4轮传动，也没有路标，谁敢闯进来？从这里就开始往前走。OK， 就要爬上去那个山。那个扣。Yeah。哇，这没那么高。2月份是 Canab 的旅游淡季，而且这几天又下大雪，所以很幸运，虽然我付了团体票价呢，但是可以享受1对1的导游服务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像包了场一样，整个景点完全没有其他的游客，真是赚到了。从刚刚的起始点到顶点 Chamber 大约要走30分钟。不远，但是相当的陡峭，走起来很喘，而且还要小心避免脚陷在沙堆里。有点难走，感觉好像开始有点艰难，往前行。哇，这个真的要很小心，一步一步的。踩着前人的脚印往上走，还好刚刚我把我的背心脱下来了。哇，说今天会零下17度，摄氏零下17度，我现在快热死了，就穿一件毛衣。快到了，这一段路应该是最难爬的。对，快不行了。Cool. Like ice or rock coming down the. You hear it? Pretty cool. 这是步行抵达前首先会看到的 Chamber 正面，也是这个沙丘最陡峭的一面。接近山顶的这一段呢，可以说是锻炼腿部的好路线。那幸好我的鞋子防沙又防水，才可以利落的跟着导游走跳。哇哦，太开心了！我终于登上了犹他州的网红大景点 Great Chamber。这岩石的纹路非常的特别，但是质地却是非常的脆弱。那眼前所看到的岩石和沙丘呢，都是经年累月的风化堆积而成的。你看这个石头，好特别啊，都是一层层、一层一层的。其实有点遗憾，因为面对这样子美景的照片永远是拍不够的。唉，参加团就是这样，像牛羊一样被赶过山谷，然后再赶往下个景点。这种鸟地方，我想只有他们这种当地的导游才有办法。Knapp Creek comes through right here. Wow. 导游很好心，停车子在这边让我拍照。
Hidden Lake 是位于砂岩悬崖洞穴里的一个天然地下湖。那简单来说，它是由融雪、沙和落石所打出来一个大水洞。这个水好清澈，这个水是结冰了，我看看好了。哎，真的结冰了，上面结的都是冰块，上结一半冰块。Cool。Janelle 在 Kanab Utah Hidden Lake。在这个洞穴里面很暗，拍不到湖面的全景。那另外呢，我搞不懂为什么他们把它定义为湖，因为我觉得它只是一个池塘，太小了，不能算是一个湖。另外呢，参加团的好处就是不必一直走，一直走。那导游直接停车在景点门口等我。Sunk into the ruts.如果呢，你不想在沙堆里走3英里，我真心的建议你还是参加吉普车 ATV 的到府服务。我就是像这样子直接送到景点门口。那也因为这里不容易到达，所以游客很少。There's another one down here. What? Oh, a star. Yeah, they're little fossils. Oh, I see. It's like seaweed. Way back. 其实他们当地人不叫它 Peekaboo， 而是称之为红峡谷 Red Canyon。那为什么后来取这么可爱的名字躲猫猫呢？其实，在早期的时候，当地的孩子们喜欢躲在陡峭弯曲的岩缝里玩躲猫猫游戏，因此这个名字就这样流传下来了，直到今天。峡谷里的步道呢，到处都是松软的沙。而每一次的洪水冲刷呢，步道的路况也都一直在改变。就像2021年的大水改变了步道的高度，而这个高度的落差呢，曾经高达5英尺。因此呢，放个梯子方便上下。那如今这个木梯在2年不到的时间，早已被沙堆淹没成眼前这个3个阶梯不到的木梯。说真的，我觉得我的导游很敬业。他除了怕我忽略小细节以外呢，还非常关注走在步道里的安全状况。走到一半，他停下来，要我抬头看看卡在空中的大木块。其实这就是雨水冲刷改变步道的证据。Weird little icicle right there. Oh, icicle. Get hay there, bud. 你如果去过羚羊谷 Antelope Canyon， 或是看过我前几集介绍过的 Narrows 水路喜安公园，一定会很熟悉这样的场景，是不是很类似？那其实他们都是表兄弟姐妹，因为他们都住在隔壁附近啊。跳过去。
在这里，我走到了步道的尽头。那严格说起来，这不算是尽头，只不过是被落石永久切断的前进的步道。接着就顺着原路往回走，我边走边拍，很快就到了出口。6小时的肯纳比日游呢，就在我吃三明治的同时结束了。那网络上很多人说这团费不便宜，但我为了省时间、省体力又无安全顾虑，我认为这是值得。